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文辛普森一家第6季第1集。烈日当空，春天镇人们都不太好过。不过辛巴想到了完美的解决方法，那就是用冰箱降温。这一举动无疑又提升他在家人中的地位。但这样舒坦的日子也没有过多久，很快就电机超载，冰箱报废了。然后一家人又回到呆哪都热的生活。此时门外又响起了冰淇淋的叫卖声，兄妹俩对视一眼，就匆忙忙地向外跑去。不料售货员接下来的话是：我的冰淇淋都卖光了。这让两个小家伙都失望至极。很快又来了一辆售货车，还来不及高兴，就听到人家卖的是辣椒和生姜，看来他们是注定不会得偿所愿了。没成想他们的救世主真就出现了。奥托驾驶活动游泳池停在两孩子面前，没多久这里就被孩子们占领了，他们自由自在在里面玩耍。小新还向妹妹炫耀自己扯内裤的功绩，可惜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。在马丁被扯完所有内裤之后，奥托告诉孩子们时间到了，下车。小新不愿就这样离开，他告诉妹妹自己要潜到水下跟着泳池走。不料刚潜进去没多久，他就憋不住了。奥托将小新抱了出来，表示接下来他要将盐和果酱送进养老院。那明天还同一时间吗？不会有了，一个夏天只有一次，预算不够。待到奥托将车开走了，两孩子找到了辛巴，虽然他想装死，不过没能如愿。辛小妹对爸爸说，他们想要一个自家的泳池，如果他反对，接下来几个月里就会一直听到我们能买个泳池吗？爸爸眼见孩子们的决心，辛巴也只得同意。一家人来到了家用泳池店，各式各样的泳池应有尽有。老板介绍有乡下桶、易秀桶、闪电瓷，还有这个名字叫叮叮当。辛巴很喜欢这个有意思的名字，表示他们就要这个了。辛妈询问是不是真的要饭后1小时才能游泳，很可惜老板也不是专业的，不能回答他的问题。泳池买回家了，接下来就在院内搭建，全家人齐心协力，没多久就完工了。辛巴拍拍手，表示现在每个人都可以进去游泳了。周围还是有明白人的，大胡子告诉他这是个很好的谷仓，却并不是游泳池，虽然出了点小意外，不过泳池最终还是搭好了。辛巴询问身旁的女儿，这下总是泳池了吧？是的，爸爸。他正兴奋地欢呼，门铃声响了。辛巴打开门，看到了一群整装待发的孩子们，毫无疑问他们都是过来游泳的。这下家里可遭了殃，他们不仅游泳，还要吃家里的东西。辛巴有些不高兴，小新，这些都是你的朋友吗？小新一边吃着面包，一边得意洋洋地说，是的，朋友和支持者。话虽如此，可有些人都弄不清辛巴的姓氏。面对着吵吵闹闹朋友们，小新爬上了树屋顶，表示应该制定泳池安全条规了。但下面的孩子们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，在泳池里高呼小新跳下来。孩子终归是孩子，听到下面的呼声，小新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。不料此时小胖子从水中冒出头，小新，你的表皮露出来了。这可让小新窘坏了，站在树屋上就开始检查自己，最后还从上面跌了下来，没有跌进泳池，而是重重的摔在了地上。小新被送到医院之后，洗医生看了看他腿部的片子，告诉他必须在腿上打上石膏，当然这就意味着他会错过整个暑假。辛小妹在泳池中混得如鱼得水，以前对她冷眼相看双胞胎姐妹向她表示，在她家买了泳池同一天，她们意识到很高兴和她交朋友。而此时小新躺在椅子上无法动弹，以前跟她要好的朋友现在也只是敷衍2句，就连眼镜仔都不愿意陪在她的身边。只有辛小妹看到了哥哥的孤独，打算去陪陪他，哪怕只是一小会儿。但是泳池里的男孩子纷纷向她献殷勤，于是她选择看不见小新眼里的期盼，转身跳回了泳池。小新靠着窗户俯瞰着快乐的孩子们，只能强行安慰自己，不就是个泳池吗？能比在浴室里用垃圾袋包着石膏泡着好玩多少？好吧，看他们那样子，看来好玩不止一星半点。他们不仅在里面玩球，就连花式游泳都弄出来了。而辛小妹毫无例外就是泳池里的主角，就连辛爸都去孩子们的中心表演了啤酒喷泉。谢小新直接将窗帘拉上，表示没有他们自己也能过得很好。电视里还有最爱的动画片陪着他，一集放完了，小新乐得哈哈大笑。这样的日子也不赖嘛，整个暑假就和电视机好好叙叙旧吧。不料他还没高兴多久，教授就表示这个暑假不能陪伴孩子们了。接下来的替换节目是古典阿可，也就是很早以前阿可的政治访谈节目。小新不禁失望地捂住了眼睛。一天，辛巴准备在泳池里看日出，没成想里面竟然是一池的污水。辛小妹告诉他，必须每天在池子里放滤水来保持干净，可能是滤水过量了，孩子们都纷纷感到不适。这时辛妈看到楼上小新，招呼女儿向他招手。小新没说什么，直接拉下了窗帘。辛妈表示也许应该去陪陪他，他变得又孤僻又奇怪。小新确实有点不正常了。
了。辛小妹上去看他的时候，他正在黑暗中自言自语，而且不许他开灯。面对前来看望自己的妹妹，小新冷漠地发问：做万人迷的感觉如何？刚开始，辛小妹还想遮掩一下，但在小新的注视之下，她马上表示这是她有生以来发生过最好的事情。不过她此次前来另有目的，她给小新带来礼物——比赛赢的望远镜。得知有比赛，妹妹没有通知自己，小新直接将辛小妹赶走了。夜里，辛爸辛妈找到了新的刺激，那就是国泳。正当他们打算搞颜色的时候，一束光打在他们的身上，原来是警察巡逻直升机上的灯。警察拿大喇叭喊道：不要管我们，你们继续。此时小新正用望远镜观察宇宙，这实在不能引起他的兴趣。他很快想到，也许可以用这个来窥探别人的隐私。校长正在削铅笔，洗医生正边锻炼边看电视，还有一个和他一样摔断腿的人在查探别人的隐私。小新收起了望远镜，他觉得自己不可能用它看到任何有意思的事。不料他刚将望远镜踢到了床下，就听到了一阵女人的尖叫声。小新判断出声音是从弗兰德家里传出来的，他连忙又架起了望远镜，通过他看到了弗兰德此时十分崩溃，嚷嚷着：我都做了什么？我杀了他！说完还将窗帘拉了下去。小新冷静分析道：事情应该不是那样，那毕竟是弗兰德啊。这么说着，他就打算看会儿电视。半夜，小新睡得正香，突然听到窗外有些动静，拿着望远镜一看，弗兰德正在往坑里填土呢。小新仍然不相信，不可能是这样的，肯定有别的解释。弗兰德像是能听见他的话，马上说道：我真希望能有别的解释，但这就是事实，我是凶手，我就是杀人凶手。不久，小新又看到托德和罗德。托德问爸爸：妈妈去哪了？弗兰德表示妈妈有事离开了，她现在跟上帝在一起。孩子们很高兴，那我能去找她吗？弗兰德表示快了。这可把小新吓坏了。弗兰德还要杀掉托德和罗德。此时辛小妹还在享受孩子们的奉承，一个帅气的男孩子邀请她和自己家人共度周末。虽然他脑子知道他们是因为泳池才巴结他，但辛小妹却表示有朋友就不需要脑子了，然后转头就答应了那个男孩的邀约。另一边，马丁也在家弄个泳池，他相信自己很快就能够成为夏日皇帝。这个消息马上进入了混混们的耳朵，他们告诉众人，有传闻说有个更懦弱的小鬼有比这个更好的泳池。闻此，孩子们都纷纷离开了这里。随着人们渐渐离开，泳池水位不断下降，辛小妹被困在了池底，脑子嘲讽道：看看这是谁，可怜兮兮的回来了。小新将他看到可怕景象告知了家人，弗兰德杀害了妻子。辛爸依然没个正经，辛妈向儿子表示不要再散布别人的坏话了。老辛普森就是活生生的例子，现在他身上还浑身是羽毛呢。失去地位后，辛小妹待在哥哥身边，他为自己忽视了小新道歉，说他因为人气迷失了自己，还表示他一直都是小新的依靠。小新转过头对他说：你可以从现在开始补偿我。他看到弗兰德正要离开，还要辛小妹潜进他的房子寻找证据，再拿一些甜点。辛小妹拒绝了，说自己是不会私闯民宅的。小新没有强求，只是默默读起了自己写的剧本，还没念到2句，辛小妹就受不了了：我去！小新用望远镜注视了妹妹的一举一动。他先打开冰箱，看到上面写着人头，擦掉上面的灰尘，原来是莴苣头。正当小新微微放下心来时，突然看到弗兰德驾车回来了，他十分着急，想让妹妹往回走，但辛小妹全然不知，还走上了楼去。紧接着，小新看到弗兰德手里拿着一柄斧头，他忙站起身打算去救妹妹，无奈腿上石膏限制他行动，想着打电话到警局，却听了好半天的语音。挂断电话后，他又开始观察，辛小妹正在卧室翻找证据，而弗兰德正拿着斧头一步步向他靠近。不能再等了，小新顾不上腿上石膏，艰难的前进，发誓一定要救回妹妹。虽然他的脚缠上了许多阻碍，但依旧没有阻挡他的决心。那个窥探别人的男人看到小新这副模样，还以为他是来杀自己的，轮椅都吓翻了。随着弗兰德逐渐逼近，辛小妹总算看到自己的危险处境。还有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他拉下通往阁楼的楼梯，正让他躲在箱子后面瑟瑟发抖之时，弗兰德也走上了阁楼。他举起斧头，说着：是时候处理你了。辛小妹吓得失声尖叫，终于赶到小新，也连忙大叫制止他。弗兰德将斧头放在架子上，打开了电灯。他有点蒙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小新指着他，怒斥道：我来阻止你杀我妹妹，就像你谋杀你的妻子那样。谁知弗兰德一听见谋杀这个词就晕了过去。最终警察来了，莫德也回来了。他告诉众人自己只是去了乡下1周。小新不服气，他说自己听到弗兰德说莫德和上帝在一起。莫德表示确有此事，他去参加基督徒团契。小新还有话说，他看到了弗兰德掩埋尸体。弗兰德十分难过，你说的对，我是杀人犯。他说自己浇了太多水，把莫德最爱的无花果弄死了，于是十分惶恐，把尸体埋了，想要在他回来之前买个一模一样的替换。但小新说自己还听见一个女人的尖叫，这倒是有点匪夷所思。不料警察拿出了死掉的无花果之后，
弗兰德失声尖叫，原来那个声音是他发出来的。这下小新也不得不承认，整件事情并不是他想的那样。虽然辛巴眼下没有看到莫德，不过误会总算是全部都解开了。此时，孩子们正在马甸游泳池里玩耍，即使泳池已经爆满了，马甸还在呼唤更多朋友、更多伙伴。随着最后一个小朋友跳进泳池，他终于不堪重负的爆炸了，所有的孩子都被冲走了。除了马丁，眼见这里已经没有乐子了，孩子们全都离开了。小胖子甚至还扯走他内裤，最后的最后，只留下他一人，一无所有的对着满眼的废墟。本集致敬了1954年美国电影《后窗》，该片讲述摄影记者杰弗瑞为了消磨时间，监视自己的邻居，并且偷窥他们每天的生活，然后由此识破一起杀妻分尸案的故事。动漫中，小新扮演了杰弗瑞的角色，因为行动不便，开始偷窥邻居们的隐私，而新小妹则是电影中杰弗瑞的女友丽莎。为了寻找证据而潜进邻居的家。与电影结局不同的是，动漫中的一切不过是一场闹剧。再说引起这场闹剧的源头，也就是辛普森家新买的游泳池，他为辛普森兄妹带来人气和朋友，让他们过上众星捧月的生活。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泳池，但在这里无疑有了更加深刻的意象，比如权力，拥有它就意味着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及数不尽的鲜花与掌声，但同时它也会麻痹人的大脑，将一个聪明人变成傻子，并在最终依靠权力得来的一切，也终将在失去它的时候一无所有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